那是在黑煞老魔举办的招亲大会上结识的萧玉与夏言。夏言当时不想暴露身份，所以伪装成了男子模样，而萧玉与夏言一样，也是伪装了样貌与身份。楚风阴差阳错下曾看到萧玉的真实容貌，那正是这位笑笑公主的样子。楚风几乎确定萧玉就是笑笑公主。猛然间，楚风想起了一件事，当初在黑煞老魔举办的招亲大会上，楚风三人都进入了千变幻宫内，而萧玉曾明确说明他只要一件东西，那个东西名为幻宫魂水。那幻宫魂水的作用是可以占据他人的肉身与灵魂的，那是一件夺舍之物。当时夏言就曾表示，萧玉要寻此物必然不是做什么好事。至于楚风，他觉得萧玉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倒是也没多想。可现在想起来，搞不好萧玉当初找那幻宫魂水就是为了对付仙喵喵的。虽说当初萧玉到底有没有找到幻宫魂水，楚风并不知晓，可是想到仙喵喵已经遭遇不测，楚风内心十分悔恨。若是那个时候他在，萧玉有这样的计划，他是能够阻止一切的。想到这里，楚风更加痛心。前辈，我们告辞了。楚风对仙喵喵母亲说完此话便直接离开，他直接前往了那位名为升龙皇子所在的府邸。值得一提的是，这府邸虽也有人看守，但却并没有结界保护，所以楚风一行人很是顺利的便潜了进去，并且很快便找到了那升龙皇子所在的位置。他在一座大殿之内，这座大殿之中除了升龙皇子外，还聚集着多位九魂圣族的小辈。楚风本想直接现身逼问其笑笑公主以及那九魂圣族族长的去向，可楚风发现他们正在交谈的事情正是关于仙喵喵，于是楚风并未直接现身，而是隐于暗处偷听起来，想要看看能否从他们的话语之中听到一些线索。那仙喵喵仗着有他娘亲庇护，平时那叫一个狂妄，我想亲他一口他都不给亲，现在好了，直接死了。可惜啊！大殿内，升龙皇子衣衫不整，身边还有女子伺候。可是他话到此处，不仅笑容收起，表情还变得十分遗憾，抓起桌前的一壶酒便畅饮起来。见他如此变化，在场的其他小辈也是有些不解。皇子殿下，那些喵喵不识好歹，平日里哪怕我们也是不放在眼中，现在他死了，乃是一件大好事啊！你为何还闷闷不乐呢？一位九魂圣族的男子好奇地询问起来。见有人询问，那升龙皇子倒是将酒壶放了下来。我之前真是不知道，我父亲有这样的计划，原来将他带回我九魂圣族，根本不是让他享受荣华富贵，只是为我妹妹医病罢了。我若是早知道我父亲会为了我妹妹与姑姑翻脸，那我岂会被那些喵喵看不起？我必然要将他抓到我府中，好好的尝尝鲜，反正他都要死，我尝个鲜怎么了？我遗憾的就是这个呀。升龙皇子此话说完，便哈哈大笑，而其他人也是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于是无耻的笑声响彻整个大殿。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就一直躲在外面。本来楚风见他们谈论仙喵喵的事情，以为会提供一些他不知道的线索，却不曾想这些人如此无耻，关于仙喵喵竟是侮辱的言辞。哪怕仙喵喵已经死了，他们竟然还说出如此无耻之话。听到这里，楚风再也无法容忍，殿门摧毁，楚风已是进入了这大殿之中。什么人？看到楚风，大殿内的众位小辈皆是神色大变，可楚风却一言不发，快步的走向了那升龙皇子，拦住他，拦住他。见楚风靠近，升龙皇子也是有些慌了。他从楚风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楚风乃是来者不善。升龙皇子开口，在场之人哪敢怠慢，纷纷拔出兵刃，便准备对楚风出手。然而他们还未出手，便倒飞而去，人仰马翻，轻则口吐鲜血，重者竟然直接死去。眼下此处还完好无损的人，除了那升龙皇子外，便是那些服侍这些小辈的婢女们。你到底是什么人？升龙皇子彻底慌了。他虽修为不强，但却能够感受到楚风那3品5尊的威压。他知道是楚风将在场的小辈打成重伤的。我是你们刚刚所辱之人的朋友，楚风说道。听闻此话，那升龙皇子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别杀我，别杀我呀！喵喵不是我害死的，那是我父亲和我妹妹害死的，你要找就去找他们，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升龙皇子痛哭流涕。楚风虽然早就预想到他会求饶，但楚风没想到他还没有真的出手，这位就已经求饶了。他简直比楚风想的还要没骨气。但是这样也好，越是这种胆小怕事之人，越是好从其口中得到线索。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就最好，告诉我你父亲去了哪里？楚风问道。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然而令楚风意外的是，对于楚风的问题，那位升龙皇子却是连连摇头。看来你是敬酒不吃。楚风见其居然不肯直说，楚风身形一纵，已是来到那升龙皇子身前，单手握起一把武力匕首凝聚于手中，猛然落下，只听噗嗤一声，那武力匕首已是刺入其大腿之中。住手！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那升龙皇子疼得龇牙咧嘴，但却仍不肯说，再不说我就废了你！楚风将武力匕首拔出，将目光看向那升龙公子的两腿之间。那升龙皇子倒也不傻，立刻知道了楚风的打算，吓得脸色铁青。毕竟对于他这种人而言，那里可是他的命根子啊！别，我真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我妹妹去了哪，就是笑笑公主，我知道她现在何处。那升龙皇子说道。见他这样说，楚风刚想询问，可念天道人却忽然开口。糟糕，此处有结界机关，楚风快走！念天道人声音响起的同时，楚风的身体已经移动起来，他不仅离开了那座府邸，并且仍在以极快的速度赶路。快到！楚风都看不清周围的景物，不仅是他，圣光不语、圣光白眉以及九魂圣族的那位升龙皇子也正与他一同快速的赶路着。是圣光白眉，他几乎施展全力带动着楚风等人
快速的向九魂圣族的领地之外行去。有他带路，楚风倒也安心，于是看向念天道人前辈，那宫殿内有结界机关。楚风刚刚也有仔细观察那宫殿，可他却根本没有发现所谓的结界机关。倘若真的有结界机关，那便说明九魂圣族内必然有着极为强大的界灵师才对。有，那结界机关布置的极为巧妙，布阵者结界之术必然极为高超，若不是已经被触发，我也不会发现不对。念天道人说道，看来这九魂圣族还真是不容小觑。楚风眉头微微皱起，虽说他此刻心中怒火喷涌，可仍保持着冷静。他明白挑战九魂圣族这样的庞然大物是一件多么凶险的决定，他不是没有选择，只是他必须要这样做。可是眼下他没有对抗九魂圣族的实力，若想尽快为仙喵喵报仇，还真的要依靠圣骨。于是楚风看向圣光白眉三人，白眉前辈、不语前辈、念天前辈，多亏有你们。楚风冲着三人抱拳施礼，眼中涌现出一抹感激，这抹感激不是装的，而是发自肺腑。不管之前有怎样的过节，不管他们是否真心实意，可至少现在他们是真的在帮自己。甚至若是没有他们在，楚风不可能如此顺利，可能刚刚在升龙皇子的府邸就已经被九魂圣族的人抓住了。楚风，与我们就别客气了，我们这也算将功补过，对不对，白眉大人？圣光不语此话说完，特意看了一眼圣光白眉，圣光白眉尴尬的笑了笑。楚风少侠，不语长老说的极是，之前是老夫做的不对，虽是误会，可却也是真的有罪。现在误会解除，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不仅仅是将功补过。从今以后，你楚风的事就是我圣谷的事，只要你有事开口即可，我圣谷必会不遗余力的帮你。至于这里的事，你也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已经顺利的离开了九魂圣族，我就不信他们还能追踪到我们。圣光白眉所言属实，他修为高深，速度极快，不过几个对话的时间，他就已经带着楚风等人离开了九魂圣族的宫殿群，现在正在远离九魂圣族的领地。而且就算追赶而来，又能如何？我刚刚带你们离开，只是不想耽搁时间，并不是真的怕了他们。那九魂圣族族长不在，我就不信九魂圣族的其他人还能将我们拦住。圣光白眉说道。前辈，这样说来，你是知道九魂圣族族长是何修为？楚风追问道。毕竟害仙喵喵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位九魂圣族族长，这是楚风必须要面对的敌人。若是清楚对方的实力，那对楚风而言自然是有利的。据我所知，多年之前他就已经踏入了九品武尊。我承认九魂圣族族长的实力并不弱，他也的确在我之上，但若是我家圣主出手，九魂圣族族长也绝对不是对手。所以楚风少侠，你若要报仇，其实不用急于一时，待到我家圣主出关，请他帮你出这口气即可。当然，你若现在就想找到那笑笑公主，我们也会与你同行。圣光白眉这番话可谓是说的相当到位，这样的态度哪怕楚风也是颇为动容。九品武尊吗？那这样说来，前辈的修为是在8品武尊？楚风对圣光白眉问道。说来惭愧，老夫的修为的确在8品武尊，距离9品武尊只是1线之隔，可惜修炼多年，却始终未能顿悟。若有楚风小有天赋的话，可能早就突破了。提及此事，圣光白眉还用颇为羡慕的目光看了楚风一眼。他修武多年，当然知道天赋的重要性。虽说在如今的圣谷之中，他位高权重，实力超然，可他很清楚，与当今圣谷小辈的天赋比，他都比不了，就更别说与楚风比了。而听到这里，楚风心中也是有数。其实问九魂圣族族长的修为，楚风是想知道对方的实力，毕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询问圣光白眉的修为，不仅仅是想知道圣光白眉与九魂圣族族长的差距，楚风也是想清楚他与圣光白眉的差距。毕竟若是真的动起手来，他在圣光白眉面前可谓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而现在来看，圣光白眉的修为并没有楚风想象的那么强大。本来楚风以为他是武尊巅峰，没想到只是8品武尊。8品武尊虽然对于现在的楚风而言，的确是难以抗衡的存在，但是楚风现在已是3品武尊，凭借天极血脉以及4项神体的力量，楚风的修为是可以达到6品武尊的。这样来看，楚风再突破3重修为，待其真实修为达到6品武尊，就能与圣光白眉抗衡，甚至将其击败。之所以是突破3重修为，而不是2重，是因为楚风知道圣光玄烨都能凭借血脉之力提升修为，圣光白眉自然也可以。虽说圣光白眉的真实修为是8品武尊，但提升修为之后必然可以达到9品武尊。楚风若想与他抗衡，自然也要真实修为达到6品武尊才行。当然，也就是楚风现在不能使用9重天雷斩，若是能够使用9重天雷斩的话，根本无需提升3重修为。只是可惜，如今那9重天雷斩，楚风还并不能完全驾驭。一番赶路之后，圣光白眉在一片平原上方停了下来。念天，他看向念天道人，而念天道人也是心领神会。只见念天道人手臂一抬，一个葫芦飞上虚空，那葫芦上面刻满符咒纹路，定在半空后，不仅符咒流转，更是释放出满是结界纹路的光华。那光华将楚风等人笼罩之后，楚风等人不仅身形被隐藏，气息也是被隔绝的彻彻底底。这种隐藏手段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发现他们。楚风，我观察过了，此子身上有追踪符，追踪符藏于灵魂之中，除非杀了他，否则这追踪符无法取出。但没关系，我这葫芦乃远古秘宝，有他在，可以将其灵魂内的追踪符彻底封锁，九魂圣族的人找不到我们。你现在可以安心审他了。念天道人对楚风说道。别打我，我说，我真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但我知道我妹妹笑笑公主去了哪里。你想报仇，你就去找她吧。我父亲害仙喵喵妹妹，也都是因为要帮笑笑那丫头治病，归根结底，这罪魁祸首就是笑笑那丫头啊。
还不待楚风询问，那升龙皇子就直接开口了。随后，他真的将笑笑公主的行程告诉了楚风，就连有谁与笑笑公主同行，也都告诉了楚风。他说的有鼻子有眼，不像是在说谎，可楚风却始终冷着脸。当其说完之后，楚风单掌握紧，一把武力长剑便出现在了掌心之中。别动手，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骗你。你若不信，我给你们带路。若是你发现我骗了你，你再罚我不迟啊！看着那武力长剑，升龙皇子顿时吓得眼泪横流。他真的是胆小如鼠，一点点骨气都没有。可楚风却没有丝毫怜悯，而是冷漠地看着他。刚刚大殿内有结界，以及你灵魂内有追踪符，你不可能不知道吧？楚风问道。我真不知道。升龙皇子吓得不轻，但左思右想，还是摇了摇头。我让你不知道。寒芒掠过，楚风手中的武力长剑已是刺入了升龙皇子的左肩，随后大袖一挥，剑芒掠过，噗嗤，鲜血喷涌之际，升龙皇子的手臂直接被楚风斩飞开来。呀！升龙皇子抱着断臂之处连连翻滚，但也是赶忙看向楚风。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瞒着你了。明明这只是最简单的折磨手段，可却将他疼得龇牙咧嘴，莫说眼泪，没连鼻涕都是淌了一脸。可是楚风脸上的凶狠丝毫不减，只见寒芒掠过，手中的武力长剑接连刺入升龙皇子的体内，而升龙皇子的哀嚎也是如猪叫一般响彻不断。对于这样一幕，圣光白眉三人则是一言不发，也没有劝阻之意。他们都知道仙喵喵被害，楚风心中憋着一股火，楚风是在一直压制着情绪才没有爆发，可这股怒火是迟早要释放出来的。更何况这升龙皇子本身就不是好人，仙喵喵生前他就心怀鬼胎，仙喵喵死后他更是口无遮拦，当众羞辱仙喵喵。这样的人的确该罚该打，甚至该死。当然现在的他还不能死，他还有着大用。楚风也深知这一点，哪怕折磨于他，却也是很有分寸。与此同时，那座升龙府邸之内，先前被楚风打伤的小辈们仍躺在地上，不断发出哀嚎。可忽然一道老者身影出现在了这大殿之内。这位老者满头白发，不仅十分瘦弱，身材更是十分矮小，竟只有1.3米的身高。若只看身高，他简直与孩子无异，可若看他的面容，莫说孩子，就连大人都会吓得不轻。他脸上布满刀痕，一只眼睛已经瞎了，而另外一只眼睛却是碧绿之色，如同妖兽一般。因为刀痕切开了嘴巴，所以他的牙齿是全部裸露出来的，尖锐发黄的牙齿同样不像是人类的模样，看上去极为恐怖。而他的气息却是非常强大，可以说丝毫不弱于圣光白眉。皇子呢？他进来之后便询问起来，虽然他极力克制，可还是难掩此时他的紧张之情，因为他乃是负责守护升龙皇子之人，守护升龙皇子就是族长交给他最重要的任务。可是眼下此处遭遇袭击，皇子也不在此处，他显然已是犯下大罪。长老大人，你们怎么才来啊？皇子他被人劫走了。在场的小辈们看到这位长相狰狞的老者，如同看到救命稻草，纷纷哭诉起来。看来他们都知道在这里遭遇不测，会有人来救他们，这也是他们负伤后没有去搬救兵，而是在此等候的原因。是什么人将皇子大人掳走的？那位长相狰狞的老者问道。而在场的小辈也不敢怠慢，赶忙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了这位老者。这样的大敌竟与那仙喵喵有关，这可不太妙啊。而得知经过之后，那位老者却是眉头紧皱。他不是故意来迟，他一直待在这升龙府邸的领地之中，因为升龙皇子不喜他打扰，他才没有伴其左右。但他也守护在附近，他的居住之所更是有着一道阵眼，若是有人擅闯升龙皇子所在的宫殿，他便能够感应得到。当他感应到有人触发到结界机关后，便立刻动身，想要来保护升龙皇子。只是他刚要动身，却发现他的居住之所被封锁住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将他封锁在其中，无论他施展怎样的手段都是无用。那力量之强，他根本无法抗衡。若不是那力量自动消散，他直到现在也根本不可能出来。而他知道那封锁住他的人必然是与劫走升龙皇子的人是一伙的，可他本实力不弱，正因如此，他才清楚那将他封锁住的人是何等存在，所以他才如此不安。他知道他九魂圣族是招惹大敌了。楚风折磨升龙皇子，是因为楚风觉得他该折磨，但却也知道不能杀了他。别看升龙皇子是个废物，可是升龙皇子却深得九魂圣族族长喜爱。具体是何原因，在楚风一顿折磨之下，升龙皇子自己说出了缘由。升龙皇子天赋平平，因为天赋的原因，本来他是不受九魂圣族族长待见的，只能说对他还不错，但绝对谈不上喜爱。但是升龙皇子的母亲却深得九魂圣族族长喜爱，那个时候九魂圣族族长更是走到哪里都带着升龙皇子的母亲。可有一次探索一座远古遗迹的时候，他们二人一同进去，但后来却只有九魂圣族族长自己回来了，升龙皇子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关于此事，九魂圣族族长绝口不提，但大家都能猜到升龙皇子的母亲定然是已经丧命遗迹之中。而从此以后，九魂圣族族长对升龙皇子也开始十分疼爱，到了后面更是成为了最疼爱的子女，哪怕天赋异禀的笑笑公主在升龙皇子面前都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后来有一种说法是遗迹之内升龙皇子的母亲因救九魂圣族族长而死，痛失所爱，又是以这种方式失去。九魂圣族族长内心十分痛苦，唯有好好对待他们的孩子，才能让自己好受一些。这便是升龙皇子天赋平庸却能深得九魂圣族族长如此疼爱的原因。而根据升龙皇子讲述，笑笑公主与九魂圣族的界灵大师、阴刃大师一同去往了九魂天河的命封上界。命封上界内
发现了一座遗迹已有多年。据说那座遗迹内葬着一个极为强大的秘籍，耗费多年时间，那秘籍终于被成功找到。但笑笑公主此行为的并非是这本秘籍，据说还有其他原因，只是这具体原因升龙皇子并不知晓。终于，经过一番赶路，楚风等人不仅顺利的来到了这命封上界，更是来到了那藏有秘籍的遗迹之外。只是可惜，到了遗迹之外，楚风等人却无法继续前行了。一座磅礴的结界屏障将那遗迹封锁了。这屏障是针对性的，只有小辈可以踏入其中，除了小辈之外，就需有持有特殊的令牌，否则是无法踏入其中的。前辈可有办法？楚风看向念天道人，只是念天道人却是摇了摇头，是老夫学艺不精。念天道人颇为惭愧的说道。于是楚风看向了圣光白眉，只什么没成想，圣光白眉也是面露为难。楚风少侠，老夫已经观察过了，这结界屏障太强了，就算老夫施展全力，也是无法将其击碎。圣光白眉说道。听闻此话，楚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他已经从升龙皇子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如今在这远古遗迹之内，可不仅仅是笑笑公主和那位阴刃大人，还有九魂圣族的其他高手，并且除了那些高手之外，还有其他势力的高手和小辈，据说其中还有八品武尊境界的高手。八品武尊，这可是与圣光白眉同样的修为，面对这种存在，楚风是难以应对的。若想顺利抓到笑笑公主，念天道人与圣光不与陪同都是不行，必须圣光白眉也一同进去才行，否则难以对抗里面的人。忽然，楚风大袖一挥，从一件结界阵法之中将升龙皇子甩了出来。告诉我，你可有进去的方法？楚风问道。我说过了呀，小辈可以直接进去，小辈以外之人需要特殊的结界令牌才行。这座远古遗迹就是如此。升龙皇子说道。你有令牌吗？楚风问道。我没有，我的乾坤袋不是被你拿走了吗？我的宝物都在里面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根本没有进入这遗迹的令牌。升龙皇子说话的时候十分害怕，这也正常，毕竟他可是被楚风狠狠的折磨过的，他很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再换来楚风的一顿毒打。没有的东西。楚风大袖一挥，那升龙皇子就被收入了结界阵法之中。随后那结界阵法化作珍珠，被楚风藏于手掌之中。前辈，这样看来，不如试一试吧，我用这结界阵法，看看能否将你们带入其中。楚风对念天道人等人说道。好，可以试一试。念天道人以及圣光白眉、圣光不语三人皆是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便布置结界阵法，将他们三人收入阵法之中，又将阵法融于体内。想用这种方法瞒天过海，只是楚风却无法穿过结界屏障。楚风叹息一声，他刚刚已经试过了，他是可以穿过这结界屏障的。穿过结界屏障后，是一个极为辽阔的世界，现在无法穿过，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带着圣光白眉三个非100岁以内的小辈，哪怕他用阵法进行了隐藏，可还是无法瞒过这结界屏障。无奈之下，楚风只得又将圣光白眉三人从结界阵法之中放了出来。前辈，麻烦你们在此等我。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们大可以在这里等着他们，你没必要一个人进去冒险。见状，圣光不语赶忙劝道。先不说我们已经惊动了九魂圣族，先不说里面的情况，我们并不知晓，直说这结界屏障覆盖面积如此之大，就算里面的人从其他方位出去，我们也是难以发现。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进去试一试。不过你们也请放心，毕竟我的身上还有这个升龙皇子做底牌，有他在，我就不信他们敢对我如何。有劳三位前辈在此等我。话罢，楚风便转身进入了那结界屏障之中。楚风穿过结界屏障，便进入了远古遗迹的之中。虽说是远古遗迹，可目前楚风所身处的那是一片茫茫森林，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让楚风感受到浓郁的远古气息。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明明整个浩瀚修武界都是自远古时期延续下来的，可只有特别的地方会有这种浓郁的时代气息，大部分地方是没有这种气息的。而进入过这么多远古遗迹，楚风也有了自己的经验，往往远古气息越浓郁的地方便越不简单，此处的远古气息便非常的浓郁。这样浓郁的远古气息让楚风心中隐隐间有些不安，此处要么有非常厉害的至宝，要么有可能隐藏着极为强大的远古生物。若是至宝自然是好事，可若是强大的远古生物，那可就非常凶险了。毕竟大部分远古生物对当代修武者都是怀有敌意的，他们不出现也就罢了，若是出现，难免会是一场杀戮。并且此处的阵法也是远古时期就存在的，阵法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洗礼，已经减弱许多。可哪怕如此，那结界屏障也是楚风他们无法打破的，这更加证明了此处的不简单。眼下楚风御空而起，自一望无际的丛林顶端快速掠过，可此处太大了，楚风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就别说发现任何线索了。无奈之下，只能向深处寻去，是感觉。可突然，楚风内心一颤，有窃喜，有激动，却也有紧张。楚风体内有着一个秘技，名为魔尊灵式。这秘技乃是血魔尊巅峰时期所创，算是血魔尊赠于楚风的礼物。可此秘技极为强大，也正因为自身强大，导致他不肯屈服于楚风。虽在楚风体内，但楚风无法催动他的力量，不仅不肯服从楚风，还扬言要将楚风吞噬，不停地威胁楚风。当初楚风为了让他安静，只能封住了他的嘴巴，但毕竟楚风还是渴望他的力量的，所以楚风后面也曾多次与这秘技沟通。只是这个秘技不仅不肯与楚风交流，后面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给楚风任何回应。而就在刚刚，那名为魔尊灵式的秘技却突然有反应了。哟，终于睡醒了。楚风赶忙开口与其交谈。前辈，你是察觉到了什么吗？甚至为了讨好他，楚风连态度都变得好了很多，可对方却没有任何回应。别不说话呀，我之前对你的封印早就解除了，你可以说话了。楚风接连追问，他觉得这秘技不会平白无故有了反应，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再联想到
此处本就藏有一个厉害的秘籍，楚风就更觉得是此处的一些东西才让这魔尊灵士有了反应。只是可惜，无论楚风追问，这魔尊灵士都是没有了任何反应。可楚风却能够确定，刚才他感受到的乃是真实的，而并非错觉。小鬼，你是圣光天河的。可突然，一道声音突然炸响。楚风顺身观望，一道身影站在前方的虚空之上，那是一位老者。老者面容刁钻，一看就不是善类，而他的一头灰色长发更是颇为独特。他身高也就1.6米，颇为矮小，可他的头发却长有3米有余。他立于虚空之上，灰色长发垂直落下，看上去倒是有些滑稽。不过看那老头得意却自信的模样，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模样有些滑稽，可能在他心里应该觉得自己十分霸气才对。不过楚风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位灰发老者是有些本事的。他距离楚风也就100米，如此距离之下，他突然出现，楚风毫无察觉，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在楚风之上。可是他是如何知道楚风是来自圣光天河的呢？前辈，你认得我？虽然并不认识对方，可对方知道自己来自圣光天河，楚风觉得他很可能是认识自己，所以出于礼貌，楚风还是抱拳施礼。只是楚风的以礼相待，却换来了老者的讥讽一笑。无名小辈，本尊怎么会认得你？听闻此话，楚风也是不仅挺直腰板，眼神也是变得不善。原来不认得的话，就是无名小辈。这样说来，你是无名老辈了。毕竟我也不认得你。楚风的言语有些讥讽，这就是楚风，别人善待于我，我必善待于人。但若对我不客气，那楚风也绝对不会客气。虽然不认识对方，但楚风却也知道，他就算不是9魂圣族之人，但必然也是9魂天河之人。楚风虽然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他，但楚风身上可还有升龙皇子，所以楚风也是有些底气的。他若真要如何，楚风就将升龙皇子这个挡箭牌掏出来。而果然不出楚风所料，楚风的此话一出，便立刻激怒了这位灰发老者。只见其长发舞动之际，一股磅礴的威压已是将楚风笼罩。7品武尊，这位乃是一位7品武尊。楚风现在修为乃是3品武尊，使用雷纹、雷霆铠甲以及4项神力，修为可达6品武尊。若出其不意，使用9重天雷斩，这位老者其实不足为惧。只是楚风现在不能使用9重天雷斩，莫说第2斩，就算第1斩也不能使用，至少除非性命攸关之际，楚风是不能再使用的。念天道人可没有骗他，9重天雷斩的确会对楚风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但是好在这位挥发老者只是释放出威压，并没有直接伤害楚风。狂妄小辈，竟敢与老夫如此说话，难道你没有听过沧州灰狮子吗？老者对楚风问道，看他的样子很是不爽，自然是因为楚风不认得他不爽。看到这位老者如此在乎自己的名气，楚风倒是有些想笑，不过这种人其实倒也好对付。楚风刚想说话，却又另外一道身影出现。师兄，来者是客，不可无礼。那说话之人同样是一位老者，可他的风格却与挥发老者截然不同。这位老者身穿布衣，面相朴实，乍一看如平民百姓一般，可他的气息却比那挥发老者更为浑厚。他乃是一位8品武尊。而看到这位老者出现那一刻，楚风顿时眼前一亮。这位前辈可是张道长？楚风开口问道。因为根据升龙皇子所述，楚风已是真的，此处有一个叫做张以秋的道长。这张道长不仅结界之术出众，还是一位8品武尊境的修武高手，所以楚风猜测这位很可能就是那位张道长。我擦，你不认得我沧州灰狮子，却认得这张老道？小子，你什么意思？只是楚风这一开口，那挥发老者却更为不爽了，简直气得鼻子都快冒烟了。师兄，正所谓来者是客，咱们岂能失礼？快将你的威压收起来吧。那位布衣老者也是笑了笑，他果然就是那位张道长。别看那挥发老者称他为张老道，但显然也是有些忌惮他。当张道长再度相劝之后，那挥发老者也是收起了自己的威压。小友，你也是为此处秘籍而来吗？那张道长对楚风问道。晚辈来此并非为了秘籍，而是来寻一个人。楚风说道。寻人？你想寻谁？张道长问道。笑笑公主。楚风说道。笑笑公主？可是9魂圣族的笑笑公主？张道长神色微微变化，而那挥发老者表情更为惊讶，就连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你这种身份会认得笑笑公主？依我看，你是听闻笑笑公主美貌来这里看美人的吧？但很快，那挥发老者眉毛一挑，便发出讽刺的声音。他并不相信楚风会认得笑笑公主，并且还揣测了楚风真正的目的。师兄，来者是客，不得无礼。倒是那张道长客气地对楚风询问道：“这位小友是认识笑笑公主？算是吧。”楚风点了点头，他并未说谎，毕竟他的确是认得笑笑公主的。前辈，可知笑笑公主在何处？楚风又问道。随老夫来吧。张道长说话间，便为楚风引路，由他带路之下，速度可比楚风自己御空飞行要快得多。毕竟这位可是与圣光白眉一样，乃是8品武尊的强者。只是哪怕他如此速度之下，也是赶路许久，足以看出这远古遗迹的辽阔。不过好在一番赶路之后，终于来到了众人聚集的地方，乃是一片石林。虽是石头，但却与森林完美相融，看上去并不奇怪。石林中每块巨大的石头上都站立着一道身影，总共有几百人。有些人散发着气息，有些人没有散发气息，而但凡是散发气息之人，便都是武尊境。从修为来看，这些人应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人中的确也有9魂圣族的人，但更多的却是其他势力之人。值得一提的是，在场的修武高手全部都是老一辈的人物，并未看到一个小辈。而来到这里之后，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他们会知道自己是来自圣光天河了。因为这片石林本身是一座阵法，阵法映射而出，在虚空之上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虚影，
那虚影上面展现而出了一个极为辽阔的地图，这地图应该就是这远古遗迹的地图。而虚影地图上面每个人的位置都显现而出，楚风也在地图之上，但楚风的在地图上的人物特征却与其他人不太一样，其他人都是散发着绿色微光，但楚风却是散发着金色微光。最主要的是，虚影地图下方还刻画着9道天河，而9道天河颜色各不相同，有一条乃是绿色，相邻绿色的那条天河便是金色。楚风猜测，绿色的天河便代表着九魂天河，金色的天河便代表着圣光天河。那个什么沧州灰狮子，应该就是通过这个阵法映射出的地图，判断出楚风是来自圣光天河的。他的确不认得楚风，是这个地图告诉了他楚风来自何处。但当楚风观察此处情形的时候，此处之人也都在观察着楚风，他们的目光让楚风不太舒服。在他们眼中，楚风就像是一个异类，但不仅仅是异类，也有惊奇，但更多的却是嫌弃。那种眼神就好像在说，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位小友，笑笑公主的确在此处，只是她的行踪老夫并不方便告诉你。你说你认得笑笑公主，口空无凭，老夫也无法相信。这样吧，你证明一下你的实力，你进入这座阵法之中，若能安然出来，老夫便将笑笑公主的去向告知你。就在此时，那张道长对楚风说道，且他说话间手中拿出一块令旗，令旗不仅散发远古气息，其中的阵法力量也是与此处相得益彰。在他的指挥下，下方石林开始移动，很快一道黑色的结界门便自下方浮现而出。前辈，这是什么地方？我若进去，要多久能够出来？楚风问道。怎么怕了？如此胆小，没资格见笑笑公主，赶紧从哪来回哪去吧。那挥发老者讽刺一笑，他此话一出，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发出笑声。他们明明不认得楚风，明明不知楚风目的，就好像不愿错过嘲笑楚风的机会一样。那副嘴脸令楚风有些厌恶，但楚风并未与他们计较，而是看向张道长。小友莫怕，这只是一座历练阵法，你若不能通过，也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实嘛，也不好说，看你的实力了。张道长说道。好。楚风想了一下，还是应了下来。这里有些诡异，若是自己寻找笑笑公主，还真是没有头绪。若要凭借武力动应的，他显然也不是对手。当然，若是将升龙皇子拽出来，用他来威胁这些人，也许他们会告诉笑笑公主的位置。但那样一来，楚风的敌意也就暴露，显然对楚风也并不利，所以楚风选择答应他们。另外，楚风自己也是发现了这座阵法内应该是有好处的，他也想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好处。应下之后，楚风便进入结界门之中。见楚风进去，在场的老者们脸色多了一些变化，他居然真的进去了，真是不知死活呀！众人纷纷开口，也有人对张道长询问起来。张道长，此人究竟是何来历？面对这样询问，那先前还看着颇为和善的，却是变了一副嘴脸。管他是何来历，总之他的出现倒是让这阵法容易破解了一些。张道长说话间，抬头看向虚空上映射出的虚影地图，果然虚影地图有了变化。想不到一个圣光天河混进来的傻小子，却能引起如此变化。早知如此，就应该多抓几个圣光天河的小辈过来。众人看到这变化，纷纷面露喜色。不过张道长，你让他进入的可是最危险的入口，他应该不会活着出来了吧？忽然又有人对张道长问道。这道结界门有进无回。张道长说道。哈哈，这无知小辈做梦也想不到，只为了看一眼笑笑公主这位大美人，自己却丢掉了性命，还真是有些可怜。的确是可怜。哈哈，他此话一出，众人也是纷纷点头，只是他们那满是笑容的嘴脸可没有丝毫同情楚风的意思。张道长等人一直待在此处，闲聊之际会时不时的望向虚空，似是在等待着什么。终于，虚空之上的阵法虚影产生变化，先是相互融合，随后进化作一道结界门。结界门刚刚成型没多久，一道道身影便开始从结界门内飞掠而出，有人男有女，全部都是小辈。最终出来的人数定格在了73位，他们的修为普遍都很强，几乎都是至尊巅峰，其中最弱的也有着7品至尊的修为。而这个7品至尊年纪也很小，这样的修为其实放在九魂天河也可以用天才来形容。只是眼下这些天才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是有些伤痕，其中最严重的不仅满身是血，双腿都断了，是被人搀扶着出来的。妈的，总算出来了，差点死在里面。诸位前辈，你们不是说这里面并无生命危险吗？这些小辈出来之后，脸色或多或少都是有些怨念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其实非常的凶险，有些小辈已经丧命其中，再也无法出来了。可是进入这远古遗迹之前，可是没有人说过这远古遗迹会有生命危险。这种遗迹内怎么可能连一点风险都没有？你们身为修武者，不会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吧？张道长开口了，他的脸色微微一沉，显然也是有些不悦。前辈，我们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只是亲眼看到同伴惨死在那遗迹之中，心中多少有些悲伤。若是早知道遗迹内如此凶险，我们也好有个防备。见张道长开口，那些刚刚死里逃生的小辈们赶紧开口解释，显然他们也是有些惧怕这位张道长的。而对于众小辈的解释，张道长只是轻哼一声，并未对他们的这些话给予回答。显然他的不悦并未消散。诸位小友，你们在里面的确吃了不少苦，可是张道长在外面却也是做了很多，若不是张道长，你们怕是都没办法活着出来了。此刻倒是一位九魂圣族的老者开口了，这位老者的实力并不如张道长，甚至不如沧州灰狮子，可他毕竟是九魂圣族的人，他的话语自然也是具有权威性。前辈，抱歉，是我们欠思考，还请前辈见谅。众位小辈赶忙向张道长道歉。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顺利出来了，那里面的东西可有拿到？张道长问道。
东西，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那东西。众位小辈纷纷说道。而看他们的反应，大家也是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没有拿到张道长口中所谓的东西。别的老夫看不出来，但是此阵内的东西若是没有拿到，你们也是无法出来的。如今结界门已开，说明有人已经成功拿到了里面的东西。既然你们没有拿到，那定然是其他人了。张道长说道。原来是这样，若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千亿兄拿到了，不愧是千亿师兄呢。众位小辈立刻有了心中人选，一些女子更是面露倾慕之容。而对于小辈们这样的回答，在场的老一辈们也是微微点头表示认可。要非要说的话，进入这远古遗迹之中的小辈们，最有可能拿到那东西的，也就只有那位绿千亿了。对于这一点，哪怕九魂圣族之人也是表示赞同。而说起这位绿千亿，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这绿千亿虽然不是九魂圣族之人，可他却是九魂天河内有名的天才人物，和王玉贤一样，被誉为九魂天河最强天才之一。不仅修武方面天赋力傲的，在结界之术方面也是十分具有造诣。忽然之间，结界门微微颤抖，又有一道身影自结界门内飞掠而出。这是一名身穿白袍的男子，男子长相英俊，气度不凡，并且相比于其他或多或少都带着伤痕出来的小辈们，他却是毫发无损。只是这一点就凸显出了他与其他人的差距，而他正是绿千亿。千亿兄，你总算出来了，快让我们看看那东西是什么样的。见绿千亿出现，立刻有小辈上前询问，那东西可是能够有资格进入秘境的令牌？绿千亿反问道。对啊，自然就是那令牌，除了那令牌还会是什么呢？有小辈回道。可能辜负大家的希望，绿千亿无能，并未找到那第二道可进入秘境的令牌。绿千亿面露惭愧，千亿兄别开玩笑了，你怎么可能没有找到呢？又有小辈笑着说道。他们并不相信绿千亿说的话，他们还以为是绿千亿在说笑。我没有说笑，我都没有见到那令牌。绿千亿说道。而看他如此郑重，众人则是眉头微微皱起。这阵法明明已经解开，便说明的东西已经被找到了，可在场之中最有可能拿到此物的便是绿千亿。眼下绿千亿说他没有拿到此物，那么那东西会在何人手中？忽然一道轻咳响起，还是九魂圣族那位长老。诸位小友，那第一道令牌已经被我族笑笑公主拿到，这第二道令牌本就是能者居之，你们若找到了就是找到了，无需遮遮掩掩。能够在这种如此凶险的一击中找到了令牌，说明天赋力傲的，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究竟是哪位小辈找到了那第二道令牌，可以直接说出来，没必要遮遮掩掩。九魂圣族那位长老淡淡的笑道。本以为他这样一说便会有小辈承认，可是偏偏众位小辈面面相觑，仍是没有人肯承认此事。而看到这样一幕，在场的老一辈强者们也是有些琢磨不定了，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张道长，是希望张道长能够分析一下此事。毕竟关于这座阵法，他是看得最为透彻的。可是张道长微眯双眼，也正在打量在场的小朋友们，似是找出究竟是谁在说谎。只是一番打量之后，他则是忍不住抚摸其胡须，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看出，哪怕是他也无法断定究竟是谁拿到了那第二块令牌。就在此时，那结界门微微一颤，又有一道身影自结界门内出现。这是谁啊？只是看到这位之后，众位小辈们一脸诧异，因为他们并不认得这个人。而老一辈强者们就不是诧异这么简单，而是一脸的惊讶，甚至有人面露震惊之色，因为这位他们认得乃是那个圣光天河的小辈。说起来还是要多亏了这位，若不是他进入阵法之中，可能那阵法也不会被破解开来，这些小辈也就不会顺利的出来了。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个圣光天河的小辈进入其中，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怎么他会活着出来呢？于是众人又下意识地看向了张道长。可是就连张道长看到楚风之后也是有些意外，他也没有想到楚风会活着出来。这位兄台怎么没有见过你？一番打量之后，楚风周围的小辈们也有人开口询问起来，毕竟他们可不知道这个楚风的来头。忘记介绍了，这位小友也是来寻找秘籍的。张道长说道。寻找秘籍？兄台在下鲁元，乃是九魂天河素仙星域素仙宗的真传弟子，不知这位兄台该如何称呼？来自何门何派？我怎么之前从未见过？一位颇有几分气质的青年上前询问道。这我小友来自圣光天河，你们不认识他也是正常。有老一辈强者解释道。听闻圣光天河四个字后，那迎上前去的青年顿时收起了满面的笑容，就连那准备抱拳施礼而抬起的手也是立刻收了回去。原来你是圣光天河的人啊！那青年再度看向楚风，已然没有了先前的客气。圣光天河的人也来这里凑热闹，谁给他的胆量？与此同时，其他小辈也是将那不善的目光落在楚风身上，更有甚者干脆收回落在楚风身上的目光，那个模样就好像在说，圣光天河之人连让我打量的资格都没有。前辈晚辈并不是为所谓秘籍而来，晚辈只是想知道笑笑公主在哪。就在此时，楚风开口解释。笑笑公主听闻此话，众位小辈看楚风的眼神更为怪异，甚至有人眼中涌现出了敌意。小友，你进入这遗迹之中可有得到遗物啊？张道长问道。而张道长此话一出，众人面容皆是有所变化，他们没有想到张道长会问楚风这样的问题。张道长他该不会是觉得这样一个圣光天河的小辈能够拿到那第二道令牌吧？再怎么样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圣光天河之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这便是众人心中所想，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才会惊讶张道长居然问楚风这样的问题。前辈所问可是此物？楚风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一物，那是一块黑色的圆形令牌。这令牌黑乎乎的，乍一看以为是一块黑色的圆形石头，可仔细一看，这令牌可不简单。那令牌上面刻满了诡异的黑色符咒，黑色符咒相互交织，更显神秘。若仔细观看，
便可看到那黑色符咒形成了一个世界，而在这世界之中，隐藏着一只黑色九头蛟龙。这九头蛟龙一看就并非善类，虽然只是一块令牌，可却同样威慑力十足。看着这道黑色令牌，无论老一辈强者还是小一辈强者，无论是九魂圣族之人还是其他势力之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认的这道令牌，这正是那能够进入了秘境，有机会接触到秘籍的令牌。这样的令牌居然真的被这样一个小辈拿到了，圣光天河的小辈居然击败九魂天河众小辈，拿到了令牌，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难道是因为结界门？于是有人有了这样的猜想，毕竟他们知道楚风所进入的结界门可是最危险的一道结界门，正因为凶险，楚风是唯一一个踏入其中的。若非要解释，似乎这个解释更为合理。原来是走了狗屎运，明明只是猜测，可他们却觉得这就是事实。一个个看向楚风时，嘴角不由掀起了阵阵冷笑。正是此物，小友，你既不是为秘籍而来，舅舅请将这令牌交出来吧。你将此物交出，老夫便告诉你笑笑公主如今在何处。张道长说道。而他这样一说，人们都以为楚风会乖乖的这道令牌直接交给张道长。可是楚风下一刻做的动作，就让人们有些不可思议。楚风将握在手中的黑色令牌又放入了乾坤袋之内，这个举动可不像是想将那令牌交出来的意思。楚风这个举动也让张道长双眼微眯，一抹寒意也是在那微眯的双眼之中隐隐若现。前辈，您之前说只要我能够顺利通过的这那份考验，就将笑笑公主的去向告诉晚辈。现在晚辈已经通过考验，可前辈又说要我将此物交出来，才肯告诉晚辈笑笑公主的位置，这样恐怕不妥吧？和小友啊，你既然不是为了秘籍而来，又何苦拿着此物呢？此物本就属于我九魂天河，它不属于你啊！小友，你还是将此物交出吧。只要你将此物交出，老夫便告知你笑笑公主的去处。张道长说道。前辈，你真当晚辈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吗？此处阵法晚辈进入之前就已经观察过了，我早就知道进入阵法的结界门共有7道，7道结界门中，我刚刚进入的那一道最为凶险。可是前辈刚刚偏偏就只开启了那第7道结界门，根本不给我其他选择。我倒是想问前辈，你这到底是何意思？难道是想晚辈死在里面吗？楚风凝声问道。而楚风此话一出，倒也是让在场之人有些刮目相看，就连张道长的目光也是微微变化。他显然没有想到，一个来自圣光天河的小辈，居然能够看穿已经被隐藏起来的结界门，并且还知道进入阵法的结界门共有7道。小友，你多虑了，老夫若想害你，何必多此一举？你看一看，这在场之中能够杀了你的人，难道还在少数吗？我们若想害你，根本不必如此麻烦。老夫让你进入第7道结界门，是有老夫的考虑。若不是进入第7道结界门，你也不能够拿到此物啊。张道长说道。前辈若是这样说，那倒也是在理。既然前辈没有谋害晚辈的意思，那是不是说晚辈就算不将此物交出来，前辈也不会对晚辈如何呢？楚风问道。哈哈，这倒是一个好问题。若是小友不将此物交出，老夫的确不会对你如何。只是我九魂天河的小辈们皆是为此物而来，你若是就这样将此物拿走了，我怕他们不会同意啊。张道长此话一出，众位小辈们便立刻明白了张道长的意思，于是纷纷纵身呈包围之势，站在楚风四面八方，封锁住了楚风的去路。不仅如此，他们一个个的更是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与气息，不断的向楚风冲击而去，就连那绿千翼也不例外。而他的气息可不是至尊巅峰那么简单，他的气息远远凌驾于至尊修为之上，那是5尊境的气息。虽然只是一品5尊，可这气息却是足够强悍。这样的气息一经释放，其他小辈们便显得有些不堪一击了。可对此没有人感到难堪，反而洋洋得意的看着楚风，那种得意的表情就好像在对楚风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九魂天河最强天才的实力，你一个是圣光天河来的乡巴佬，居然有胆量在我们面前叫板，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但很快他们的得意的表情就变得有些僵硬了，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哪怕绿千翼已是释放出了威压，但楚风的脸上却依然毫无惧色，那种表情全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的意思。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圣光天河的小辈见到这样的阵势，怎么可能不怕？傻了，他一定是被吓傻了，一定是被吓傻了才会有这样的表情，不是不害怕，只是害怕到没了表情，再不明白楚风为何面无惧色的时候，他们只能这样猜想。前辈啊，前辈，枉我还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一口一个前辈的叫着你，觉得你与那沧州灰狮子不同，没想到是我楚风看走眼了。楚风冷然一笑，脸上露出些许失望之色。小友，你就这样说，那可就不对了。老夫可没有阻拦你的意思，现在阻拦你的乃是我九魂天河的小辈们，但他们为何阻拦于你？其实老夫刚刚也已经说过了，你刚刚拿到的令牌本就属于我九魂天河，你不应该拿走的。张道长说道。笑话，此处遗迹乃是远古遗迹，此遗迹的主人与你九魂天河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遗物怎么就成了你九魂天河之物了？楚风冷然一笑，张前辈，这种人何必与他废话？您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取他项上人头。绿千翼单手握紧一把武力长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千翼，先别急着动手，我九魂天河可是讲道理的。张道长说话间看向楚风，小友，你也别说我九魂天河不讲理，我给你2个选择，你要么将此物交出来，我们放你离开，要么将这些拦住你的小辈们全部击败。若是你能够将他们全部击败，那说明他们不配从你手中将此物拿走，那这道令牌自然也就应当属于你。不仅让你将这令牌拿走，老夫还愿意告诉你笑笑公主现在何处，因为你有这个资格。张道长说道。前辈，你这一次可是说话算话？楚风问道。自然是说话算话，张道长说道。而张道长此话一出，众位小辈们则是面露讽刺的笑容。不是吧，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你能够将我们所有人都击败吗？你何等何能？那绿千翼更是讽刺地看着楚风，而其他小辈们同样也是用那如同看的傻子一般的眼神看着楚风，阵阵讽刺的笑声也是自他们之中不断传出。他们是何等人物，哪怕在九魂天河，他们也是大名鼎鼎的天才，就连九魂天河那些小辈们看到他们也只能仰望。而圣光天河是什么地方？在他们眼中那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那里的人在他们眼中说是乡巴佬，都是抬举了。他们甚至觉得圣光天河的人连人都算不上，可就是这样一个他们眼中连人都算不上的人，居然有挑战他们的想法，这不可笑吗？这当然可笑，这就像一只蝼蚁想要咬死一群人一样，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喂，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真的要挑战我们？我告诉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你若是真的要挑战我们，就做好受死的觉悟吧。不是我们手下不留情，而是对于你这种废物，怕是我们稍一用力，你就会飞灰烟灭。一名面容姣好，看着宛如仙女一般的女子站了出来，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却用那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楚风。她的眼中，楚风真如蝼蚁一般。对于这名女子，楚风却是理都不理，而是看向张道长。前辈，那我现在可以对他们出手了吗？楚风问道。可以，当然可以。若是你准备好了，你随时可以出手。张道长这话是笑着说的，而其他人笑得更为大声。他们眼里，楚风就如同一个笑话，而他们也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这个笑话出丑了。忽然，楚风衣衫舞动，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那威压之强，瞬息盖过了绿千翼等众位小辈的气息。在场的小辈们在这威压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如同无形的巨石砸在了他们身上，他们纷纷坠落到那地面之上。强大的力道使得他们深入地底，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就连众位老者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些小辈也已经如同一根根钉子一般，深深地插入了地底深处。就连绿千翼也不例外，败了，他们全部败了，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败了。怎么可能？这个小鬼，他竟然……众位老者再度看向楚风，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目光也是异常复杂。三品武尊，这是楚风此刻所散发出的气息。可是一个来自圣光天河的小辈，怎么可能拥有三品武尊的修为？混账！冒充小辈，来欺凌后辈，你可真是有辱修武者的身份！忽然一道责骂之声响起，是那位九魂圣族的长老。还要脸？不要！居然说我不是小辈！我若不是小辈，那阵法我能够进得去吗？楚风反问道。在场的老者们也都觉得此话极有道理。其实他们第一反应也是与这位九魂圣族的长老一样，觉得这个圣光天河的家伙应该不是小辈。圣光天河的小辈怎么可能会拥有这样的实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回想起来，楚风的确应该是一个小辈才对，毕竟此处的阵法先前已经给了明确的提示，阵法的提示，楚风就是小辈。他若不是小辈，也的确无法进入那阵法之中。了不得呀！真是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想不到圣光天河那种弹丸之地，居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天才，倒是老夫看走眼了。张道长也开始重新打量起楚风，他此时看楚风的目光终于没有了先前的轻蔑。前辈，现在可以将笑笑公主的位置告诉晚辈了吗？楚风对张道长问道。你找笑笑公主究竟是所谓何事？张道长问道。恕我直言，这件事不方便告诉你们。楚风说道。哈哈，若是不方便的话，那老夫可就不能将笑笑公主的去向告诉于你了。毕竟你可是圣光天河之人，你又拥有这样的修为，怕是你的来历也并不简单吧？你这样不明身份的人，老夫不可能随随便便的让你去见笑笑公主的。张道长说道。这样说来，前辈是又打算食言了？楚风问道。可小友啊，你这样说话可就有些难听了。但是老夫倒是想问问，就算老夫食言，你又能如何呢？张道长双眼微眯的看着楚风，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这样说的话，你们这是明摆着欺凌我这个后辈了。楚风问道。欺凌这个词也用得很好，没错，老夫今日就是要欺凌你这个后辈。我承认你天赋很好，好到超乎老夫的想象，可这又如何呢？就算你的实力再强，可也只是在小辈之中，在老夫面前，你依旧是一个弱者。我倒是要问问，老夫现在就是食言了，就是明摆欺凌于你，你能如何呢？张道长问道。对于张道长此时的嘴脸，楚风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就自从张道长让他进入第7道结界门的时候，楚风就已经猜想到这位张道长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人。于是楚风已然将手中那困住升龙皇子的阵法准备好，他觉得是时候将那升龙皇子释放出来了，如若不然，他可就要危险了。其实刚刚你若乖乖的直接将那令牌交出来，老夫会放你离开的。可是现在却不行了，你知道为何吗？因为开始我们觉得你只是一个废物，你都不配让老夫杀了你。可现在不一样了，你天赋如此出众，且来自圣光天河，老夫怎么能让你离开呢？你的存在对于我九魂天河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不妨实话告诉你，现在无论你是否主动将那令牌交出来，你都没办法活着离开了。张道长说道。楚风淡淡一笑，旋即说道。我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此行并非独来，与我同行的还有3位前辈，他们就在这远古遗迹之外，因为结界限制无法进来。我今日若是在此处出事，你们都别想活着离开。可谁曾想，楚风此话一出，却使得那张道长再度放声大笑。我没听错吧？他居然在威胁我们。张道长看向众人之时，笑声也是异常刺耳，而在场之人也同样发出讽刺的笑声，他们也都觉得楚风这番威胁的话十分好笑。老夫知道你身后有人撑腰，但老夫今日就是要将你灭于此处。老夫不是看不起你，而是看不起你圣光天河。你身后的人是谁都无所谓，因为哪怕是圣光一族的族长圣光玄烨，在老夫面前也是与蝼蚁无异。老夫今日就把话放在这里，别说是你，就算你身后那3位
也都要死。老夫就是看不起圣光天河之人，就是要欺你圣光天河之人，你们又能如何？张道长目视楚风，满眼傲气。明明他站在地表之上，而楚风御空而立，可那种眼神就好像是他在俯视楚风一般。好大的口气！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何本事，敢如此不将我圣光天河放在眼中。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声音自虚空之上炸响，哟，居然真的有人撑腰。然而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九魂天河的众位强者不仅不慌，反而面露喜色。在他们看来，楚风同行的人主动出现，反而省得他们花时间去找了，刚好可以一网打尽。可突然之间，虚空剧烈一颤，紧接着大地轰鸣四起，一股磅礴的威压已是从天而降。这威压之强，就连九魂天河众位老一辈强者在那威压面前也是毫无还手之力，纷纷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但楚风却是毫发未损，恐怖的威压并没有伤害于他。此时此刻，除了楚风之外，唯一还能承受那威压的便只有张道长。可哪怕是张道长，在那威压的冲击下，那张老脸也是变得有些扭曲。这威压对于他而言也是非同小可。张道长不由抬头看向虚空，不知是何方神圣，大驾光临，可否现身一叙？张道长态度客气，已然没有了先前的嚣张与得意，因为他能感受到这来者乃非寻常之辈，他不敢大意。而他话音落下，一道浑厚且霸道的声音也是在虚空之上响起：何方神圣？正是你看不起的圣光天河之人。三道身影从天而降，纷纷落在了楚风的身旁。这来者楚风皆是认识，乃是念天道人、圣光白眉以及圣光不语三人。看到这三位，楚风心中顿时大喜。虽不知这三位是如何穿过结界进入了远古遗迹之中的，但是楚风很清楚，有这三位撑腰，哪怕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楚风也是无所畏惧了。